2026这个丙午年，在玄學圈、歷史圈，甚至網絡上，都已經被討論得沸沸揚揚了。被千萬人去反覆去談論係咩？不安、恐懼就被詛咒咗一種能量，成為咗我哋集體嘅一種焦慮。光之曆法度睇咧，而家我哋行緊呢個九字曆，2026年變得好大變動，同埋波動性啊，貨幣政策咧都變得好劇烈啊。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我們怎麼樣在26年能夠賺到天財呢？我教大家嚟緊2026年提升自己嘅財運。那他們將從兩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呢，為我們立體的拆解2026年。大家好，我係振鴻師傅。好多朋友都想學識自己睇八字，喺流年嘅變化咧，想把握機會。咁我嘅八字學術咧，就係教你點樣將八字知識變成真正幫到自己嘅工具。為咗令到更加多朋友仔接觸到呢套方法咧，我嘅團隊專門開咗一個八字學習群啦。添加呢個 WhatsApp 同我助理講，我要入學習群咁就得㗎啦。我入咗群之後點啊？第一，大家可以免費收聽到我嘅課程㗎啦。第二就係同一大班學員咧交流八字同埋風水嘅心得。仲有第三，可以俾我嘅優秀嘅學員運用我嘅獨門嘅方法，幫大家睇下明年嘅運程同埋走勢嘅。作為2026年嘅元旦福利，係嘛？呢個運程預測，我僅限頭50位入群嘅朋友嘅啫。咁啊記緊快啲報名咯，滿額即止。呢個活動我直接持續到1月底為止嘅。想喺2026年行快一步，或者想開始學習實用嘅八字知識，就唔好錯過咁好嘅福利啦！我哋一齊交流、學習、成長啦！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來到風水說道加趙正鴻年度聯動的特別企劃，我是主持人子耀。那麼每到年底啊，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明年的運勢，而2026這個丙午年，在玄學圈、歷史圈，甚至網絡上，都已經被討論得沸沸揚揚了。那麼赤馬紅羊的標籤，讓人本能地感到一種不安全感。我們普通人應該怎樣面對這一個被賦予特殊意義的年份呢？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去破解，怎麼去看待？所以今天啊，我們特意請來了2位這個重量級的我們的嘉賓老師。我們的風水師兄，Hello，大家好，我係風水，還有我們的正鴻老師，大家好，我係振鴻師傅。那他們將從2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呢，為我們立體的拆解2026年。那麼在節目的籌備的時候啊，我看了很多的評論，發現大家一提到2026，普遍有一種心慌不確定的感覺。這種彌漫着集體焦慮，究竟從何而來呢？其實不僅僅是經濟的下行，或者是國際關係的緊張。那2位老師的體系裡，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解讀呢？那首先我想問一下正鴻老師，你怎麼看待明年2026年的一個變化？首先我哋喺個光之曆法度睇咧，而家我哋行緊呢個九支離火運啊嘛。丙午年就係呢個火裏邊咧就納音咧就天河水咁啊，因為上緊地支係午火啦，即係中午個時間啦，咁啊太陽最猛烈個時間再加上個天干嘅丙火啦，咁啊陽火嚟個最猛烈嘅，所以從五行之中火代表咩咧？急速啊、快啊、變動啊、口舌是非呢啲問題咯。所以九子離火，火再加上丙午年呢個咁猛烈嘅火，火就會克金。金就係我哋金融市場，咁啊，所以金融市場就會比較動盪啲變化啊嘛，所以變咗金融市場嚟緊呢個2026年變得好大變動，啲反反覆覆啊，同埋波動性啊，貨幣政策咧都變得好劇烈啊，所以大家都要喺個政策裏邊咧有種飄忽啊、揸唔定主意啊咁嘅情況。哇，聽正鴻老師這麼講的話，我覺得2026年真的是不可小覷啊，因為它的變化快嘛。那我也想問一下師兄，從道家的這個層面，你是怎麼看待明年的一個變化？其實赤馬紅羊呢個概念啊，喺咁多千年落嚟咧，已經係形成咗叫做動盪嘅概念啦。被千萬人去反覆去談論係咩？不安、恐懼同埋一種大力嘅傳播。呢種恐懼嘅心念咧，本身就匯咗一種好大嘅負面嘅能量場喺度啊！我哋咧有一個成語啊，叫做一語成讖啊。一語成讖，即係呢個叫咩咧？其實叫做一種詛咒。我哋覺得呢一個赤馬紅羊年份咧，就被詛咒咗一種能量，成為咗我哋集體嘅一種焦慮，召喚咗各種嘅不順啊、不安啊、動盪喺呢個年份裏邊。但是很多觀眾他明白了這個大環境的變因，
其實最關心的還是自己切身的問題。在2026年，從事業啦，從財運上啦，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他能看到哪些機會，又需要避開哪些坑呢？那接下來兩位師傅也跟我們去支支招。咁啊，嚟緊呢個丙午年九紫離火運馬紅羊嚇，咁啊火特別多啦，火啊經濟嗰方面、行業嗰方面咧就會比較上金融比較動盪啲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比較上小心啲去投資投機啦。咁啊，行業上有啲火嘅行業，咁啊大家都知道嘅，而家佢最興旺就係科技，新能源、互聯網、新能源互聯網嚇，咁甚至乎而家短劇都會比較好啲喎。短劇，你都有刷短劇嗎？係啊，我呢排都去拍埋添。所以而家呢邊長劇，而家多人大家都冇乜興趣睇。係啊，反而快啲睇啊一個短劇，再接住另一個短劇啊，咁啊，所以變咗快速嘅文化、短文化咁啊會興旺啊，咁啊新嘅科技啦、新嘅文明啦，咁啊所以變咗會喺呢段時間咧會產生嘅出現咗。咁啊另外就係餐飲啊、娛樂啊呢啲會快速文化嗰，即係好似一啲食飯可能食話好耐好長時間，未必太過適合啦。要靚啊，要好睇啊，要靚啊、精緻啊、細見啦嚇，咁啊美觀。嗰啲食物啊禮啊嘛，火煮禮啊嘛，精美嗰啲就會比較上會大家迎合咗自己嘅心態啦。那正紅老師啊，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點，因為我知道你對於經濟和賺錢很有研究嘛。係。那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我們怎麼樣在26年能夠賺到這些小的偏財呢？係咁啊！而家我有個節目啦，財源廣進啦，係啦。咁啊，財源廣進啊，就要講投資嘅。咁啊，其實投資嚟講嚟緊呢個新科技啊、電子產品啊、虛擬嘅產品啊，都會比較興旺。反而太多實質嘅嘢咧，未必會長久啊。所以而家都有人談論到一個電子產品啊，而家係市值係最大嘅。咁亦都有人講話，將來都唔需要去嗰個電子產品㗎啦，有啲其他代替品㗎啦。咁所以變咗有啲科技嘅嘢會興旺咗出嚟，而產生代替一啲舊有嘅嘢。所以大家切記正紅老師給到了這種投資的建議啦。但是我們也要提醒大家，投資有風險，需謹慎。係啊，如果你拿不準的話，可以問正紅老師諮詢一下。係啊，睇呢個財源廣進。沒錯，正紅老師，剛才你講的這個科技是大家需要關注的，那有什麼行業是大家需要避坑的啊？係啦，因為上火有克金啊，火咁晚年嘅時候咧，火會生土，土都會焦喎。土就我哋個房地產啦，咁啊房地產土焦的話咧，大家都有種焦慮嘅情況。全球嘅房地產裏邊咧，我相信係離火運裏邊嘅南方嘅澳洲反而比較好啲啫。其他地方係啊，南半球啊，所以其他地方嚟講咧都有種焦慮啊、擔心啊，同埋係不安嘅情況。所以房地產嚟講咧，作為一個投資嚟講，未來嘅趨勢都係自住比較好啲嘅。那除了房地產以外，還有什麼一些需要我們避坑的，或者說核心的一些手段？係啦，咁啊投資嗰方面大家要小心啲啦，因為嚟緊會飄忽不定啊，建議大家要學習多啲，咁啊多啲研究啦、鑽研啦，同埋要小心，要分散投資咯。一半裏邊咧係一個做儲備，有時不時之需。咁啊30% 攞去投資啦，20% 攞去娛樂啊、消費啊，咁就比較好啲啦。好，那感謝正紅師傅那麼多的一些建議啊，我希望對大家有幫助。那風水師兄，你覺得還有什麼東西需要從道家的層面來去提醒大家？其實咧，我覺得正紅師傅講嘅呢個火咧係好重要嘅。呢段時間咧，唔知有冇大家發現咗啦？療愈方面啦、覺醒方面嘅嘢咧，特別嘅多嘅。係點解咧？因為大家太焦慮啦。我哋離中虛呢個卦咧，喺國內咧有一種病嘅叫做空心病啊，自己冇信仰，跟住冇依靠，自己好迷茫。咁咧。點解療愈出嚟咧？點解覺醒會出咗嚟咧？係有一班人需要去發光發熱，去帶領呢一班人去行翻佢自己應該有嘅信仰道路裏邊嘅。所以咧，從事呢方面行業嘅人咧會越嚟越多啦，同埋咧正念嘅人亦都會越嚟越多。因為如果冇呢種正念咧，佢冇辦法去對抗人咧。呢個火推得太旺咧，呢種貪婪嘅心啊，呢種投機嘅心啊，亦都會出嚟。所以第一把火，我覺得燒咗嘅咧係我哋自己，即係會自己會有啲失控啊。是，其實離火，剛才師兄講了，離也代表美麗嘛。那有真才實學美好的價值，才能夠把這個美麗提高它的附加值。
係啦，你講咗呢個例就啱啊。雖然我哋啱先講咗好多嘅危啊，其實危中咧都有好多嘅機嘅。呢個機咧唔單單只係揾錢嘅機會啦，因為錢只不過係支撐我哋嘅身體去完成我哋一啲嘅理想噶嘛。如果係更深層次嚟講嘅話，我哋係覺得覺醒嘅機緣已經嚟，因為喺外在呢個大環境變動嘅時候咧，逼住我哋啊唔可以按部就班，唔可以咁麻木去度每一日啊。咁啊，佢會逼我哋去思考，我哋人生除咗隨波逐流之外咧，仲有乜嘢真正嘅價值同埋熱愛我哋去做咧？呢個咧丙午年咧係送俾有心人最大嘅禮物。好認同啊大聲頭先講法。頭先大聲講到話，而家咧國內好興咩空心病嘅，係空心病就係而家我哋九子離火個離中虛，係大家都人心惶惶啊，好焦慮、好焦急同埋好不安啊。係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而家行緊呢個入緊2026年嘅丙午年。丙我哋就係天干嘅丙火嘛，咁啊亦都會出現咗好多政治人物啊、領導啊、帶領啊，好陽光、好正面嘅人。係帶領啲咩咧？帶領地支下低嘅午火，午火係陰火啊嘛，陰火就好似離中虛啦。咁啊，大家都有一種不安啊、焦急啊、焦躁啊，就係天干嘅丙火帶住地支個午火嗰種情況啊。其實聽完兩位大師的這個分享，讓我突然想聽2027年定位年啦。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還是圍繞丙午年嘛，係，因為兩位都提到了離火啊，說到火，那其實自然而然就會讓人聯想到火它是有熱量的嘛，但是如果靠得太近，它是會傷害到我們自己的身體和人際關係的。那2026年我們在健康上面又需要注意些什麼呢？我們又應該如何去經營我們的人際關係呢？事關丙午啦，火咁猛嘅時候咧，心情就唔好啦。心情唔好咧，個肝都比較唔好啊。肝臟鬱結啊，係啊，雖然係個火咁猛咁，但係木會生火，咁啊個肝啊屬於木啦，咁啊所以有啲肝咁脆弱嘅時候，佢生咁多火嘅時候，你咪肝要肝鬱咯，肝就會差，咁啊肝就會差啦，火咁猛啦，眼啊、血啊、心臟啊、炎症啊、腫瘤啊，所以呢啲咁嘅病的話咧，會容易多人會患，咁呢啲大家都要比較上要心情要開朗啲，同埋係放開啲，咁啊好似頭先大聲所講，放出去。睇開啲，咁慢慢收翻嚟嘅時候咧，啲回報就有啦。咁啊，如果回報有咩健康就會好啲嚇，咁啊唔會咁鬱結嚇，又唔會無端炎症，又會眼啊、心臟病啊，呢啲全部都係自己鬱翻出嚟。那剛才鄭紅老師給我們提醒到了，注意要眼睛啦、心臟啦，包括血液等等方面的一些問題。那從道家養生方面，師兄能不能給大家一些建議？當然啦，我要補充一點啦，因為咧喺成個道家道教裏邊咧講得最多，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腎氣，火太旺嘅時候咧，啲水都會蒸發咗。咁我哋嘅腎咧，即係呢個代表咗我哋最強嘅行動力。冇咗嘅話咧，其實每個人都烏眉瞌睡、精神恍惚嘅。咁咧。亦都會因為呢個水要蒸發咧，但係唔係話蒸發就蒸發噶嘛。由於太多嘅信息、太多嘅工作，你會捱夜啦。跟住咧，由於呢個九子離火話，哇放開啊，開心啊，咁住係啦，大家會縱慾啦，或者咧有啲人咧，因為呢個空心嘅病嘅問題咧，情緒投射太多咧，會過度去焦慮。其實依家晚上係唔瞓覺嘅，大家朝頭早又起唔到床㗎，都係呢啲係各大嘅殺手嚟㗎。呢個就係啲火太猛啦，係啊，瞓唔到啊。係啊，因為火猛你唔想瞓㗎嘛。係啊，你會見到係大家雖然話晚上唔出門，但係個個都唔瞓覺。都刷手機、看短劇，揸住啲電子產品就係火咯。我都希望大家都看一下風水說道和鄭紅的頻道。這樣就睡着了。冇錯。咁我哋最重要咧，就係要將自己收一收腎。咁咧，我好中意一個字㗎，叫做清字，清澈嘅清字。因為當一個人成日去感受呢個清靜，去感受呢個清澈嘅時候咧，自己其實俾身體咧補緊嘅一種叫做水㗎。我有好多嘅即係風水佈局啊，又或者一啲冥想嘅時候啊，我都叫到大家，一係你喺個風水嗰度寫個清字，一係咧自己靜坐冥想嘅時候咧出嚟一個清字。觀想係觀想呢個清字，因為清佢唔單止係水，佢亦都代表咗木。我哋最
重要嘅腎、肝膽都喺呢一度，佢係維持住我哋嘅精氣神嘅。所以師兄的這個道家的養生的方法呢，我覺得真的是很有效的，因為我有時候事情多啊，我也會靜坐啊、冥想啊。每一日都要俾自己靜心啊！一日哇起身工作，跟住夜晚再睇手機唔瞓覺。其實一日裏邊咧抽翻1個鐘頭或者少少地半個鐘頭靜坐，留給自己，靜心、平心靜氣清空個清字，個人咧會再之後呢個工作咧都會清晰好多，同埋係會敏捷好多、靈好多咯。你知唔知清字勁嘅情況係勁到點啊？可以顛覆一個國家。顛覆一個國家。我話俾你知啦，明朝咧佢個五行係屬火嘅。邊個將呢個火撳咗落去咧？清朝。個水冇錯啦。所以呢個清朝唔係簡簡單單嚟㗎。清朝係因為將個明朝克制咗。所以我哋將呢個離火克制最緊要清。下年我哋真係要有清字。如果唔清的話咧，哇脾氣暴躁，心情不安，哇火都嚟啊！你諗下個丙火好似哇好猛烈，一頭煙啲頭髮啲向上，哇！所以個人咧好緊張，一緊張咧個關係唔好啦，夫妻關係唔好啦，朋友關係唔好啦，人際關係唔好啦，咁講説話會好容易得罪人啊！所以變咗大家下年記住，唔好喺丙年因為自己點火而撻着咗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口舌是非啊、人際關係啊，甚至同朋友不和或者同事不和、上司不和，咁呢啲對自己自身嘅運氣同埋係自己行緊好運裏邊會有種差錯情況之下咧，令到好運都會減咗一半嘅。沒錯。係啦，一句講晒咧就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啦。呢個咧就真係道家智慧嚟嘅。每一次嘅人際衝突咧，我哋嘅修練咧都係如何去忍辱，同埋有提升自己嘅智慧。有時候我哋嘅一啲嘅憎恨係咪源於自己嘅未睇開呢？所以咧，我哋嘅起心動念咧，都決定咗我哋做事啊、講嘢嘅呢個能量嘅性質嘅，亦都決定咗我哋最後關係嘅走向。多啲講愛你，我理解你，係啊，少啲講你應該咁樣做。其實一句説話就能夠改變咗大家互相嘅一個關係。我非常認同師兄還有曾洪老師的這個說法，因為講了很多這種心態啊、念頭上面的一些改變。但是呢，我知道兩位大師都是以術法著稱的，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寵粉的嘛，我們要為大家帶來一點實際的這個轉運方法。好，那也請我們的曾洪老師先跟大家來分享。好多不和同埋焦慮都嚟自錢啫，係咪先？怎麼旺財？旺財有錢就解決好問題，99%啦。有錢你就唔會不安啊嘛。沒錯，係啊，所以我教大家嚟緊2026年提升自己嘅財運嚇。咁啊，八白財星，咁我哋正財星啊，打工仔也好，做生意也好，最緊要增加財運。八白嘅飛星即係正東位，正東位就係震卦，我哋震一震個財星，震大佢嚇，咁啊就震到東方啦。東方就木就有八白係屬土嘛，所以我中間要揾個通關之物係紅色，木去生火，火會生翻個八白土，所以係真紅。真紅，冇錯啦，真紅為咗督通喎，所以真紅咧就係木火啦，木火通明啊嘛，係啦，咁啊木火通明，我哋中間要加紅色物品啦，咁啊可以擺啲紅色嘅植物啦，或者紅色嘅地氈，都可以增加呢個財運嘅。好，感謝曾洪老師的開運方法。那師兄，我看你已經按捺不住了，係啊，你分享一下。蠢中要動啊，因為咧喺道家裏邊咧。提升風水咧，用嘅係形音詞義嘅。咁我哋咧希望通過一啲字咧，送予呢個位置一啲嘅祝福同埋我哋一啲嘅心念啊。咁咧，我亦都建議咧，嗱，無論你擺紅花又好，紅色地氈又好，又或者係任何嘢都好，可以嘅話，再用一張紅紙寫一個字倫敦嘅敦字，因為呢個八白財星咧，佢係需要敦厚，佢需要敦實嘅。我哋嘅財最怕佢係發散，而唔係聚喺度。大家不要寫發字啊，寫敦字。冇錯啦，如果我哋有一個可以冚實咗喺呢一度嘅能量嘅話咧，咁啊，我亦都代表我哋嘅財富可以積聚得越嚟越多。另外咧，我哋成日都講嘛，財係有得嚟啊，但係我財去得又快啊。最緊要係自己好似
一個財富咁樣擺喺呢一度，永遠都拎唔走，永遠都有錢使。呢個蹲字咧，唔單只係寫喺度，平時咧每一日起身嘅時候咧，行到嘅地方，哇，蹲，在那喝水，蹲。係啊，用呢個音嚟咧取代我哋一啲嘅許願啊、祝福啊，呢個都好重要嘅。哇，聽完兩位大師的分享，真的是2個 buff 疊加了。我相信明年呢，我們觀眾朋友們的財運一定會節節高升的。但是每位老師呢都有他自己獨特的這個獨門秘籍和這個獨門的這個文化，所以如果想要關注鄭弘老師的，可以去關注八字大叔鄭弘的頻道啦，也可以添加鄭弘老師的助理的 WhatsApp。然後喜歡大師兄的，也可以去關注我們的風水說道的這個頻道，然後添加我們的助理的 WhatsApp 去了解兩位老師的一個服務。好，我們本期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期節目再見，祝大家新年快樂！